因为我不觉得香港的比特币 ETF 会影响到什么。可是这个礼拜我看到，原来以太币的现货 ETF 也在审核，并且也通过了。这件事情就不一样了。我们都知道有太多的利好消息，很有可能从6月份或者说 Q3 下半年开始有爆发。现在的 Joe Biden 是民主党，他想要寻求连任，一个最简单有效能够帮他把胜率拉抬36个百分点的方式，就是确保今年不会是一个在美国的经济衰退的一年了。最简单的一招就叫做印钞票。Hello， 大家好，我脑哥，欢迎收看本周的币圈周报。币圈周报是每周一晚间7点上线，为加密货币投资人整理一周币圈焦点新闻的系列影片。我们有2个单元啦，上方焦点为您整理不容漏接的热点新闻。在本周前瞻，我会分享这个礼拜币圈投资人得格外留意的日期、时间。那我觉得这段时间，尤其是这2个月的一些无论是黑天鹅或者是战争的事件、通膨的事件，都让我感觉我们很有可能即将经历一段所谓的最糟糕的时代，也同时是最好的时代。而现在很有可能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哦。具体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我们就直接开始吧。第一个新闻我们看到，这世代最大的危机，德银表示10年内可能会出现1970年代的滞膨风险。好，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乌俄战争还没有结束，现在的世界就已经处于新的一波战争的噩梦啊！不只是摩根大通执行长担忧以色列跟伊朗的战争可能会让全球陷入几十年来最危险的时刻。德意志银行同时也警告，即使现在的物价涨幅正在趋缓，但是呢，美国也是一直无法有效地降低通货膨胀，很有可能会卷土重来，并走上1970年代类似的道路。1970年代指的是这个停滞性通膨哦，当时的全球通膨率平均 11.3%，GDP 成长率也是大幅的下降。那这个简单来说，换成一个我们比较能理解的词语，就是你的薪水跟你公司的赚钱能力正在下降，但是呢，各种物价又疯狂的上涨。通膨率 11.3%，什么叫 11.3%？ 就是说你现在的定存或者你的投资的报酬率一年没有办法到 11.3%， 你就是越存或者越投资越穷，就无论如何你就是一个越来越穷的一个状态。当然这件事情也是非常糟糕的情况，但正巧现在的世界的局势也是某种程度上的糟糕啊。摩根大通执行长 Jamie Dimon 给他的员工信就表示说，中东的冲突很有可能会产生远远超出该地区的连锁反应，它有可能会对能源跟食品市场、全球贸易甚至地缘政治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使全球陷入几十年最危险的时期。而在德意志银行的这个报告里面说，70年代的经济衰退也是因为中东战争导致的石油危机引发通胀，跟现在的以色列跟哈马斯之战有类似的情节。当然他也提到说，当然这个能源的因素可能不会像50年前那么巨大，因为现在的经济对能源的需求已经大幅的下滑了。但是我们都知道，现在美国政府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控制通膨嘛，控制通膨的最后1厘米往往是最困难的。如果说连续通膨3年到4年都高于目标的话，未来的通膨降低就只是更难的预期了。人们会预期更高的价格与薪资，伴随着经济成长乏力。10年内1970的剧本重复上演可能会无可避免。基本上这个就是一个总体经济，这个无论你是投资股市，也许债市，也许房地产，也许贵金属，也许你就定存法币，都没有办法简单且直接的避免这个事情哦，因为这个就是所谓的总体经济大环境。也许有少部分厉害的交易员或者是怎么样的方式可以在这阵子获利，但是不可避免的是，大部分的人在这段时间过得都会比较财务上的拮据啊。说财务上的拮据可能有点保守一点，基本上就是很有可能会有很多过得很惨啦。但是呢，这样的消息其实我们也就听了很多次了，而且大部分人都是说，这件事情可能会在几年内发生，并没有人说哦，这个会立刻发生。其中一个不会立刻发生很大的原因，就是今年呢是美国总统大选的年哦。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比特币减半一样的概念，就是今天比特币市场有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有可能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就是减半这个事情，就是一定是4年一次。就像美国总统选举，无论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是好是坏，无论今年上半年国际是和平还是战争，下半年11月美国的总统大选是不会延期的哦。而总统大选这件事情跟经济的局势有什么样直接的关系？RC Hayes 这边有提到啊，这篇文章它的主轴是在讲，随着主权债务的泡沫开始破裂，导致法定流动性激增，它推动比特币上涨的宏观环境会更加明显。那有看周报的同学应该都知道，我其实还蛮喜欢看 Arthur Hayes 讲的内容。这篇它主要讲的就是 GDP 啊、债券利息跟美国的总统大选之间的关系。
这我们着重讲一下总统大选这里哦。他这边举了2个这个报告，这个是叫做 BCA Research 做的一个报告。他首先是提到了说，美国的整体政治啊，从1960年后期到现在，产生了更加两极化的状态。两极化的意思，我觉得应该是指说，今天要么就是这个政党的这个票数比较多，要么这个政党的票数比较多，平均分配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少了。而这样的结果就是从选举的视角来看，会变成赢家通吃。对民主党来说，他们就会知道一件事情，叫做如果他们输了11月的选举，因为现在的总统拜登是民主党的，他如果输了的话呢，上任的共和党会扭转他们现在的许多的政策。所以由此可知，对他们来说，连任是非常重要的。而下一个问题就是确保连任最简单的方法会是什么？那他看了这个历史的一个报告啊，这个是 Historical Odds of Winning U.S. Election 美国选举的历史胜率分布。这边他主要关注的一个点叫做连任的总统，这个 Incumbent President。美国总统历史上他能够连任的几率有高达67%。但是呢，这个是有条件的。先看下面这个，在这个总统大选的那一年不是一个经济衰退的一年的话，美国总统寻求连任的胜率高达78%。这个是 World War II 之后，而选举的政党呢，得到连续这个当选的几率是高达56%。但是相反，如果说这一年是一个经济衰退的一年，美国想要寻求连任的总统就只会有33%的胜率，而政党的胜率更会掉到只有20%。换句话说，现在的 Joe Biden 是民主党，他想要寻求连任，一个最简单有效能够帮他把胜率拉抬36个百分点的方式，就是确保今年不会是一个在美国的经济衰退的一年了。如上图所示，如果选举期间民众认为经济陷入衰退，现任总统的连任几率将从67%降至33%。而这个客观的数据又带我们到下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作为一个掌握货币跟财政政策的执政党，要如何确保今年不是一个衰退的一年？想必这个答案大家也都已经非常清楚了。最简单的一招就叫做印钞票，这个也是 Arthur Hayes 常常在讲的，就是政府啊，他们一定会遇到一大堆问题。从去年3月的这个小银行的危机，今年3月的 BTFP 结束之后的危机，以及到现在，他就是一直觉得说，美国经济一定会遇到问题，一定会遇到问题，一定会遇到问题。然后遇到问题之后，他们一定会印钞，就是他不厌其烦的告诉大家这件事情。而增加印钞这件事情呢，又只会让通货膨胀更加的严重。他这边也提到了，美国会想尽办法用各种理由告诉你说，这个通货膨胀不是问题。我看他写在哪里？他写在哪里？如他这边所说，他不知道财政部他们会创造什么样的印钞委婉说法来确保负的实际殖利率持续存在。但他相信他们会采取必要的措施，让他们的老板跟他们的政党连任。而他的结论呢，随着决策者从现实中得到喘息的机会，加密货币波动性将会下降。事实上，这2个月加密货币的波动性也确实是下降了。而这是利用最近的加密货币下跌来缓慢增加部位的最佳时机。这个有一点像我上个礼拜的周报讲的结论，就是现在就是一个4到6月，可能是最近几年来说加密货币表现也是比较差的一段时间。随着减半的行情，通常也是2周到2个月之间，可能币价不会有大幅上涨的机会。如果这段时间再有一些恐慌的疑虑或什么的，就是我们补仓位的一个最好的时机。因为我们都知道有太多的利好消息，很有可能从6月份或者说 Q3 下半年开始有爆发Arthur Hayes 也是这样的想法，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想法还蛮接近的，所以我很喜欢看的文章，所以还是要小心。所以我们还是要多看一下其他的内容举例来说呢，这个又是一个利好的消息美国的退休基金来了。GRP 宣布持有7支比特币现货 ETF， 38兆美元的资金蠢蠢欲动。各位，如果说今天有一档资金它进入比特币市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通常有几种可能第一个，它是一笔很大很大的资金，例如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好，他们做了比特币 ETF。另一个就是国家的政权。目前呢，全世界已经有2个国家比特币他们的法币了，但这2个国家还不算是世界的极其的经济强国，所以我们很期待能够看到其他的国家对于比特币能够有更好的一些政策，无论是在法律上，或者甚至在外汇储备上等等的。那第3个呢，就是一般我们认为很大型，但是它通常是很保守的投资人配置比特币，因为我们知道全世界大部分的投资人是比较风险趋避的。所以如果说今天我们能够看到大型的比较更加重视风险的投资人愿意把资产布置到比特币，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向全世界的所有投资人传达一件事情，就是加密货币虽然它的波动非常的快速，虽然说它成立的时间才不到20年，但是它已经是一个我们认为可以做配置的一个资产了。而这个礼拜所公布出来这个财报，这个掌握超过1000亿美元的美国退休金 GRP 就表示，
他们目前已经在7只比特币现货 ETF 中持有投资部位，而这宣告了全世界最应该重视风险的退休基金也已经开始探索比特币了。那事实上，如果你听到这个新闻，你觉得不太对，就是你说你自己即使是看好比特币，你也不觉得有任何人应该把退休金放到这个高波动的市场。你可以看到我们之前的这一支数据报告影片。我知道我很久没有做数据报告影片了，我们之后就会马上开始做。OK， 我们就有提到了呢，有一个配置比特币非常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少配置一点。我们如果说我们的退休基金可能要用6成债券、4成股票的配置方式，你各分0.5%出来，你配置1%的比特币，你就可以在过去这段时间几乎没有在任何一个时间你的绩效是输给前一个布置的方式，你的夏普值还会显著的上升。如果呢，你把其中1%拿来买比特币，也就是说59.5%的股票大盘、39.5%的美国公债跟1%的比特币，你就会走出这个橘色的报酬率走势。你会发现，不但在很多的时候，橘色的收益是比黑色的高的，而且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时刻，橘色是有显著的比黑色低。所以简单来说，如果你觉得它的波动太大，但是它的报酬率又很高，很轻松解决的一个方式就是你配置少一点了。那很多社群成员都认为这个是对比特币的重大利好啊。他们留言表示，对于整个美国经济将定位于比特币 ETF， 亚洲的 ETF 也可能会遵循相同的模式，并且更庞大的影响全球经济。这个是新的黄金正在上路等等的。那下一个我们看到，仅上线5天发生不断 ，Runes 符文赛道市场表现究竟如何？我们上礼拜比特币减半的那一周有特别聊一下 Runes 啊，就是我们有看到说比特币减半的当下的那个区块矿工还是挖到 6.25， 下一个区块矿工只挖到 3.125， 但他们的总收益却是40颗比特币。原因就是当时刚好 Runes 就是符文开始 mint。我们上个礼拜也提到了，没有人能够预测 Runes 到底是能够火1天、1周、1个月还是多久。那目前来看呢，它短期之间的热度是没有想象中的大在这个市场预期拉满跟各方资源预热的情况下 ，Runes 协议上线多日，并未显现超强的赚钱效应跟出圈效应。关于符文的各种发的争议声音却相继传出，看起来目前符文是没有大家一开始预期的那个直接的效果。但事实上，这个也没有出很多人的意外，因为我们上礼拜有一篇文章也看到了说，通常他们预期说这样子一个新的东西，我不确定我把它选进来了，但反正有人是这样说，这样子新的东西可能刚上线的时候它不会立刻很成功，但是大型的交易所或者甚至这个事件来说，大型的矿工也会支持他们的发展，因为他们如果交易量大的话，矿工会受益嘛。那如果矿圈的大佬也是影响这个市场的一个很大的因素的话，那他们是有诱因做这件事情的。就像铭文其实也是刚出来之后，它有下降一大段，但是后来随着上 OK 上币安热度又起来，当然现在要下去了。符文有没有可能走出这样子的一个市场行情？我觉得几率也是有的，毕竟说下半年是一个整体比特币的牛市，对吧？比特币的生态，包括铭文、BRC20、符文等等的，要炒作起来的几率，如果再加上后面的大资本推一波，可能几率还是有的。我自己是完全没有了解符文所以也没有要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跟大家分享。下一个我们看到这个有可能是这个礼拜最大的一个重磅的新闻香港的 BTC 跟 ETH 现货的 ETF 通过，对行业的意见几何？我前几周其实就一直看到香港相关的比特币现货 ETF， 只是我都没有去注意，因为我不觉得香港的比特币 ETF 会影响到什么。可是这个礼拜我看到，原来以太币的现货 ETF 也在审核，并且也通过了。这件事情就不一样了4月15号，香港嘉实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宣布，得到香港证监会的原则上的批准，将会推出2大数字资产比特币跟以太币的现货 ETF 产品。这个事情很不一样因为我其实觉得以太币的 ETF， 我原本没有想到它能够那么快通过，尤其是以美国来说，我不认为它5月份就能通过 ETF。但是如果说香港，虽然我们知道这段时间港股可能走的不是很强势，但是香港作为亚洲非常大的一个金融重镇，如果在香港能够推出以太币 ETF， 它能够起到的可能性其实是蛮多的。你可以想象，如果今天有一群资金的投资人，他们是想要投资以太币的，他们今天投不了美国的 ETF， 但他们其实可能有资格投资香港的 ETF， 他们可能就可以把钱在这边灌注进来。但是呢，从市场的表现来说，你可以看出目前其实没有发展到什么样的情况新闻的热度没有很大，以太币的币价也没有因为这件事情暴涨或者是暴跌，然后很多的社群朋友反而就因此调侃香港的 ETF 如果通过的话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大家会发现并没有什么鸟用。不过我自己是比较支持下面这位网友的看法他说事情总是一步一步发展，一步一步推进。别说现在它没有造成以太币币价的涨幅，它就是没啥用。你总得先跨出去，就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逐渐接纳数字货币的过程。
就像很多人判断的，香港对于加密货币的一切的探索、尝试跟开放，很有可能其实象征着中国对整个加密数位资产的一个市场的试点的概念。如果香港在这一块做得好，谁知道共产党有没有可能回心转意，认为说，其实比特币也是一个吸引外资进驻的一个方式，以太币也是一个吸引外资进驻的方式。看到了美国比特币现货 ETF 的成功，并且他们似乎不敢开放以太币现货 ETF。如果我们抢先做这件事情，会发生什么事？那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影片上线的时间也才距离这个消息放出来2个礼拜以内，现在就预期它是失败的，我觉得可能还是为时过早，我们可能还是要让子弹飞一会儿。无论如何，我觉得这件事情保持一个乐观的想法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像我们看到，知情人士摩根史丹利考虑允许经纪人向客户推销比特币 ETF。我们讲过超级多次啊，就这些人做比特币现货 ETF， 他们绝对不可能就是做了摆在那边，然后等你要买不买没有关系，他们一定会想要让他们的理专啊或者是业务团队去向人家推销。那事实上呢，我原本其实不知道这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摩根史坦利、美林证券跟富国银行等等的大型经纪商，虽然他们早就已经向客户提供了投资比特币现货 ETF 的管道，但仅限于主动购买。并没有能够说去推销，这意味着客户必须向他们的顾问咨询事宜，所以就可以了解，原本说比特币这个商品已经放在货架上，只是没有人去喊卖，但是接下来呢 ，Morgan Stanley 等等的这种大型的经纪商，有可能就会开始做这件事情了，所以挺好的。像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候选人甘乃迪将把美国预算放在区块链上，供3亿人检视。这位是美国总统的独立候选人 Robert Kennedy Jr. 他在密西根州会的集会活动上表示，区块链的技术可以在提高政府透明度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并且呼吁对联邦预算进行 Web3 的改造。他是前美国总统甘乃迪的侄子而且他现在应该是美国总统的候选人里面前3大的比特币支持者。他在集会演讲的时候就说了这段话，他打算把整个美国预算放在区块链上，这样让每个美国人可以在1天24小时随时查看我们预算中的每个预算项目。它其实本质上就是把一些能够透明化的东西都尽量透明给他们的国民看。你可以发现到说，尽管今天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对比特币啊、加密货币还是抱持着一个投机怀疑的态度，但区块链作为一个技术，它能不能更加的优化公司的运作，能不能更加优化甚至国家的运作，也已经是越来越一目了然了。像我们看到赵长鹏道歉信全文，承担所有责任，自豪度过余生。这个是币安创办人赵长鹏 CZ 因为之前我们都知道他已经向美国认罪协商，并且预计在4月30号接受美国审判。那目前美国的检察官是主张求处 CZ 要有36个月，也就是3年的监禁。CZ 写的一篇文章的回应那我觉得我非常推荐大家都可以读一下这个全部的原文。我觉得无论你喜欢币安或者是不喜欢币安，无论你在币安上面的交易是赚钱或者是亏钱，基本上你能够看到现在这个频道，你能够看到现在比特币的价格是6万美元以上，甚至说夸张一点，你能够看到美国的总统候选人现在不排斥比特币，你能看到华尔街机构不排斥比特币。币安作为一间公司跟作为一个早期市场的领导企业，在背后绝对是居功厥伟而这个居功厥伟的背后，如果你直接就以为说因为他很会割韭菜因为他很会用怎样的方式赚钱，你可能会忽略很多东西我想，如果你投入加密货币市场，完全就是看币价的涨跟跌，数字的变多或变少，你可能不会有我这样的感触。只是你可以看到 CD 这边写的，他最初对加密货币感兴趣，是因为他为世界各地的所有人提供了包容性跟均等机会。然后话锋一转，他展望未来，他也看到了生物科技领域的诸多机会。并且他还觉得太多的医学研究过于利益导向，他希望资助小型的研究实验室，以便一劳永逸地解决疾病，并利用区块链技术为全球数十亿人提供医疗服务。他不是一个华尔街出身的创业家，他不是一个金融业出身的新创团队，他是一个从区块链跟技术导向出发的一个创业者，然后做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地步。我没有办法把这个文章全部在这边展示出来，但是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看一下赵长鹏这篇文，以及他们的共同创办人合一的这一封声援信我觉得他写的也真的是要潸然涕下。他说，若加密货币是狂野西部，赵长鹏是荒原守护者。这篇文章也是非常推荐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就是你会看到不一样的这个全球最大交易所的2位共同创办人他们光鲜亮丽底下，其实他们也是正常人，有血有肉，2个眼睛2只手的2个人。但是你可能会有很深的感触。你可以想象的一件事情是，在外界可能传最多的是币安有碰到什么诈骗或者币安是碰到什么违法的事情。但事实上，币安恰恰是配合各国执法部门最多的案件调查事件的
一间加密货币交易所，其中还有多起的案件是由币安主动推动执法部门的开启调查。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主流媒体试图将 CZ 刻画成为一个坏人，但数百万的社群用户跟普通人将他视为我们产业的英雄啊。所以分享给大家。像我们看到，睽违6年 ，Stripe 重返加密货币支付，支援 USDC 稳定币，每年处理1兆美元的交易量。这个线上支付巨头 Stripe 啊，他们曾经开放过这个加密货币的支付。但是后来他们发现成本太高，所以他们 shut down 了。但现在呢，他们又回来这个市场了。你可以感受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事情真的就是完全就是趋势。现在 PayPal 啦、Mastercard 什么，全部也都在用加密货币支付。甚至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推特创办人的另一间公司叫做 Block 啊，他们的 Square 跟 Cash App 的商家还可以很简单的将他们10%的收入能够转换成比特币。因为本身他是一个比特币很大的信仰者，然后他又是一个这个很大的支付公司的一个创办人，所以他就把他的信仰呢，有意识的让他的所有的客户可以选择把它加进来。我觉得其实就是这样。为什么 Elon Musk 支持加密货币是很多人开心的一件事情？因为你知道，以他的影响力，他能够影响到了所有人，他不需要去要求这些人去配合他喜欢比特币，但是光是他喜欢比特币，或者说他喜欢狗狗币这一件事情，就很有可能让狗狗币能够维持住一定的信仰社群跟市值了。而这样子的事情呢，现在你可能看到的是 Elon Musk， 看到的是 Jack Dorsey， 但是喜欢加密货币，然后越来越成功的年轻创业家，只会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而已。现在我们看到钻石手将赚不到钱了，创投表示近期发行的代币价格必然下跌。加密创投 Lattice 的创办人这位 Regan Boltzmann 我不会念他的名字跟公司，针对今年以来的代币发行的现象，他归纳出一个有趣的结论。他说，近期发行的代币价格必然会下跌，因为过高的估值与空头的盛行，你会找不到维持代币价格的买家。长期来说，价格将持续的走低。如果你本来就有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你应该会在上礼拜看到币安跟 OKX 两大交易所又分别有 Launchpool 跟 Jumpstart 有发币哦。很可惜，这个周报上架的时候可能已经没有了。所以如果下次想要把握这个机会的话，记得追踪我们的 YouTube 或者是 IG。那想必大家都知道这个概念，就是你在币安上存你的 BNB 跟 FDUSD， 你就可以挖它的 Res 币，然后 OKX 可以挖这个 MSN 币。那这位创投是觉得说，他发了这么多币，一开始是大家很开心啊，只是这个币长期来说应该会下跌，原因就是因为现在作为一个有点牛市的气氛，这些新创的项目难免估值会过高。那估值会过高，你又把这个钱全部发给社群，那社群要变现嘛，社群想要把它换成 U 拿去炒币或者拿去做什么其他的事情，大家会卖。他觉得他们可能会找不到接盘的人，因为他们的 FDV 实在太高啊，他的币持续解锁的过程中，这些币可能会跌下去。他也特别举了这个 Dimension 啊，还有这个 Starknet 的例子。那他也提到了项目方如果想要避免这样缓慢下跌的代币效应，可能要用代币要线性的解锁公开代币的销售，以及真正创新的专案才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他后面提到了这个 Asina 跟 Gitos， 他觉得有这个真正创新的一个项目，然后他觉得现在的这个资料可用性 DA 模块解决方案是一个有点大家都在用这个项目，言下之意，他觉得这个的需要更多的创新不要再多一样的这样的项目了。那这个基本上对于参加 Launchpad 跟 Jumpstart 的人其实没有关系，因为对你来说你没有太大的成本，你拿到这个币，你直接把它卖掉就落袋为安了。你真的觉得它会上涨，你再持有或者是继续买就好。显然这篇文章的感觉是你在大牛市的时候所发行的新币可能会有下跌的几率了。像我们看到 RPC 诈骗案例，请勿轻信陌生人建议修改钱包的设定。这个是漫物科技的团队针对近期发现的新型的诈骗案例，他们写了一篇文章说明就是说，如果你有使用 MetaMask 或者是一些热钱包你可能会因为恶意的 RPC 连结让钱包显示错误余额，以让有心人行骗你的法币或 USDT。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读一下这篇文章就是你在设定小狐狸钱包的时候，你会有这个 RPC 什么的。如果今天有人私讯你跟你说，请你把这个改成他指定的某一个，然后基于什么他要给你钱或者帮你升级什么东西的原因就有可能诈骗他给你这个 RPC 节点有可能是被骗子用这个叫 Tenderly 的分叉功能修改过，可以让你的这个数字看起来已经收到了钱，然后进而让你成为这个诈骗的受害者。所以就是要非常的小心，有任何人要告诉你说你的热钱包的，无论是私钥给他、助记词给他、RPC 听他的，都要非常的谨慎了。
本周讲的部分，这个我们提过几次了。这个 Bitcoin Asia 5月9号、5月10号在香港的活动，原本确实有规划比较大的想法，但是因为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提前准备，所以原本想说规划可以让群友可以去一趟香港，这个可能要下次了。但是呢，取而代之的是，我跟这个主办方团队拿到了100张的免费的门票，就是这个 USD 249$250的这个 General Admission 的门票。我拿到了100张，然后当然并不是你想要拿就直接拿的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小表单，让大家可以来填一下，因为他们也想要管控确定的人数，所以我这边问了一些问题，让大家来回答，就是怕说有些人就是随便来填一填就可以拿到表单，真正想要来的再来填。然后如果你不是香港人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帮你包机票、酒店什么的，这可能要自行的。张罗，如果之后有这个机会，练习生群友或者是脑哥的群友之后的活动有比较充足的时间再替他准备。这个月我真的太忙了，不好意思。那无论如何，这个活动里面有这个 Ordinals 跟 Rune 的创办人，还有一些顶级的大佬。如果你想要有机会听他亲口聊聊 BRC20或者是符文到底有没有戏，这个活动上面他应该会讲到类似的东西啊。那我会把这个表单的连接放在下面的说明栏。那这个礼拜币圈人需要留意的一个时间点是礼拜四台北时间凌晨2点的时候，美国联准会的利率会公布。正常来说，现在大家基本上是预估这一次是不可能降息了啦，所以几乎是不太可能会有什么改变。大家预期这个利息会维持在5.5%。如果说发生了什么意外有降息或者是升息的话，也许会有影响到市场的波动，几率不大。但是如果你有仓位的话，这个时间点可能要留意一下了。如果突然有一个降息或升息可能市场会有比较大的震荡发生。好，本周大额解锁的部分，这个礼拜有一个很大额的解锁的币迷因币的龙头之一，这个 Meme-Land 的 Meme 币。在台北时间5月3号的下午3点半有高达32.25%，我没有看错高达1亿多美元的大额解锁的部分，其中20%看起来是空头的币的解锁。我不晓得这个 Meme Coin 有怎么样空头的规则照他这样写的，好像是这样，就可能是之前社群拿到的空头，那天会解锁。如果是社群拿到空头的话，那这个卖压可能是比较高，但我不确定，这个大家可能要研究一下。如果你是持有 MEME 这个币的在台北时间礼拜5左右的时候，可能要留意一下波动。那相反有没有可能在提前释出利好消息拉盘，这个也是有机会的。除此之外呢 ，DYDX 台北时间5月1号的早上8点，也有高达10.72%，高达7000万美元的大额解锁。对，所以持有 DYDX 币的同学，在这个时间点也可以留意一下。好，那最后练习生实体课的部分因为我今天也是中午去台大讲了课，所以我不确定我的那个发型什么之类有没有变到，大家见谅一下。我现在比上个礼拜开心一些因为这个礼拜6呢，我们是有 Benson 老师来教终于不用我教了，好累。Benson 他当然是这个，我觉得他应该是华语圈最厉害的币圈的交易员跟投资人之一了。我们大部分的交易员，你可能厉害的是看 K 线图做技术分析。你如果只会用技术分析，你看到的都是币价价格的走势的历史的总结，然后用这样的数据交易，其实你要去竞争的对手非常多。有很多厉害的投资人，他其实是会看除了价格以外的不同的数据交易。Benson 就总结出他一些心得他会在这堂免费的课程跟大家分享。只不过你也知道，这个练习生课通常爆满都很快，即使这堂课我们已经找了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教室，应该有400-500人可以进来，也是马上就满了。但我们现在可以这个候补，所以如果你是愿意来候补，或者你甚至愿意来现场排如果有人没有来的话，是可以排进来的。另外，我们的尼安老师的课程的超早鸟价也是马上就要结束了，预计大概可能这个礼拜天左右，这个价格就会不一样。我们现在我开的这样的价格已经是11000了，就是我们会随着课程的释出，价格会变高，因为预购的人用比较便宜的价钱买是合理的嘛。我今天还在跟别人讨论说我做课程，他说你这样收1000U 什么之类的，我说没有200U。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价钱的概念，对，有兴趣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练习生的网页上了解一下。然后没错，另外补充一个我们今天有个新闻不是讲了 BitMEX Arthur Hayes 说未来的预测吗？我们曾经提过他的一个预测是，他觉得3月份在美国的 BTFP 这个救助银行的计划结束之后，可能会有美国中小银行倒。我刚刚看到了一个新闻，就真的有一个小银行倒了，不过那个中小银行有立刻找到人给他收购，所以并没有造成一个太大的连锁的反应。但是只能说，你能够在几个月前就预测到小银行倒闭 ，Arthur Hayes 也是蛮有预测能力的。刚才稍微看了一下一些新的新闻，分享给大家。好，那这礼拜币圈就到这边，我想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就是因为这一个月我确实忙
练习生的事情，就是练习生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新的一个体验吧，就像一个创业的概念。我在4月份月初去了一趟曼谷，然后回来3天讲了个课，然后去香港，回来2天讲了课，然后又去了一趟马来西亚，然后回来又在讲课。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月的我们的 YouTube 影片，我就只剩下做币圈周报的力气。因为我去这个地方，其实也是为了去跟加密货币华语的老师，不只是台湾有嘛，香港、马来西亚、曼谷也都有很优秀的人才。我希望可以把大家的知识都可以汇集起来，然后能够用大家都能够接触到的方式，能够学习更有国际观一点的知识。那花了我不少时间，但是也是努力的不要把 YouTube 的本业给落掉。希望从5月份开始，我们能够做更多的内容，无论是在练习生，因为前期建制花了很多的时间，串金流啦、架网页啦、UI/UX 啦、实体课、线上课、录制场地等等的东西。希望这些东西setting down 之后，我们在5月份能够有更多好的内容跟大家分享。如周报这连续几周所示，我其实感觉这4到6月，无论是减半后的 Seller News 行情，无论是美国降息要延后的预期等等，我感觉我们现在都是一个随时有可能蓄势待发的一个币圈的市场。我觉得在这样子的行情，这些相对来说比较没有那么劲爆的新闻，如果你能够看到现在这个时间点，你都没有把影片关掉的话，非常谢谢你的支持。你的支持是让我们的影片的续看率能够变长，让 YouTube 愿意把我们的影片推播出去的一个很大的助力。所以再次由衷的感谢大家。希望下礼拜我就不需要早上录一半，然后去上课，然后晚上再回来录了。现在是4月28号的凌晨12点，辛苦了剪辑师。好了，那我就不多继续讲了。好，那以上就这个来币圈周报。如果这部影片对你帮助，可以帮我按赞这个片，分享给新的朋友，订阅我频道，让 YouTube 知道找我们想看加密货币的内容。所以比学长有任何问题都会在底下留言区留言。那当然，我是脑哥，我们下一期再见 ，peace。如果你想投资加密货币却还没有账号，可以使用底下的币安连结注册。币安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用底下的连结还可以享有交易手续费20%的返现。如果你想要量化交易、聪明投资，可以使用底下的派网连结。派网是币圈知名的量化投资交易所，一样使用推荐连结可以享有20%的手续费折扣。